今天是我退休的第751天，這期視頻跟平時稍微有點不太一樣，我想静静的跟大家聊聊天。其實最近的我有点焦慮，也不是什么特別大的事兒，就是我在賣一個我的投資房，有一些反覆，還有我的身體最近也出了一些問題，所以影響了我的心情和睡眠，我就有一點 going down a rabbit hole， 就越擔心就越焦慮，沒有什麼可以做的，只是腦袋裡面很多念頭，擔心未來。不知道是不是大數據聽見了我的焦慮，算法推給我一本書，叫做《當下的力量》。我聽着覺得有些點可以緩解我的焦慮，所以就拿出來跟大家聊一聊。這本書的重點是說，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好像永遠都活在別處？吃飯的時候想着工作，工作的時候盼着下班，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刷手機，刷手機的時候又焦慮着未来。身體在當下，思緒卻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來回拉扯，就像一個不停趕路的旅人，永遠在奔赴下一個目的地。很多人覺得當下是此時此刻正在做的事情，但是作者陶麗告訴我們，當下不是一個動作，不是一個時間點，而是唯一真實存在的狀態。你可以試着想一想，過去是什麼？過去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，它存在在你的記憶裡，但是它們已經消失了，再也不會回來。未來又是什麼呢？未來是還沒有發生的事情，它只存在你的想象之中。你擔心明天，期待美好，害怕困難，都是思維創造出來的幻想，它有可能發生，也可能不會發生。我們確定的是此刻，它並不是真實存在的，而當下是除去過去和未來之後剩下的唯一。作者說，思維就像一台永遠停不下來的機器，它只要你醒着，就會一直在不停的運轉，制造新的念頭，制造想法，制造問題，而我們卻把這台機器當成了自己。就像我最近的體驗，關於我賣房子，還有我剛才說的身體的小問題，我越想越覺得嚴重。而我們這個年代，什麼事兒就喜歡問 AI， 跟他聊了以後，感覺這個黑洞就越來越深了，發現原本的擔心可能比想象的還要複雜。AI 會告訴我很多更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，這種時候書上講的這些 concept 就對我起到作用了。我覺得它有點像我聽的 meditation。書上說，放下對過去的執着和未來的期待，你會發現此刻的你其實已經擁有了你所有需要的東西。你有呼吸，有心跳，有一個能讓你休息的地方，有此刻的寧靜，這些都是最珍貴的幸福。作者說，我們的痛苦從來不是來自於生活本身，而是來自思維对生活的解讀。不是現實讓你焦慮，而是你對未來的想象讓你焦慮。不是過去傷害了你，而是你對過去的執着傷害了你。不是生活不夠美好，而是你的思維讓你看不到美好的存在。這一點也是我覺得最 powerful 的，就是 try to separate myself， 把我自己提出來，從第三方觀察自己的想法，不要去評判，也不要跟着走，就像個旁觀者一樣，看着他們冒出來又消失。這個 practice 不好做，但是你如果常做的話，有的時候會 work。反正我是会发現有些念头就像天上的雲，來了又走就好了。隨着幾天過去了，我的投資房也有了一個比較完美的 Plan B， 目前已經實行起來了，等未來有了結論再跟大家 update。我的身體也已經有慢慢的好轉了，所以面對那些讓自己焦慮的意識，第一步是認出它，第二步是觀察它，第三步是不畏它，接受現實，放棄對現實的抗拒。這個說着容易做着難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解決問題 move forward， 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。腦袋裡面對這件事情不要再去評判，慢慢的焦慮和痛苦就會減弱了。希望這個分享也給您一些 inspiration。我們下期見啦，拜拜。